我口渴了，所以我抢走了你的水喝；我无聊了，所以我把教室、办公室给炸了；我孤单了，所以我去你家把你给绑架了，来陪我聊天。是不是挺荒诞的？你会说，口渴了你呀不会喝自己的水，你无聊了找点事儿做，干嘛把楼给炸了？你孤单了约朋友出来交流交流，你把我绑了，我吃你家大米了。我有的这些渴望和动机本身它没有对错，每个人都会口渴，都会无聊，都会孤单，但是我去满足自己渴望和动机的方式显然是不健康的。在16人格身上也正是如此，相同的人格意味着他们有着相似的心理舒适区，相似的诉求与动机，但是一个健康的良好发展的人格和一个发展不健康的人格，他们去满足自己的动机的方法截然不同。很多非常偏激的刻板印象恰恰来源于不健康的状态。先来看看外倾思维 TE， 也就是 ENTJ 和 ESTJ 的最主导的心理过程。事情一定要做成，我不想要面对失败。一个非常中立的动机，但是不健康的 TE 会怎么样呢？不健康的 TE 为了做成事情，只以结果论英雄，认为弱者的牺牲是在所难免的，弱者的痛苦是因为他们的无能，是他们应得的后果。正是这种不健康的 TE 导致了人们对于 TJ 人消极的刻板印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缺乏对于他人软弱的体察。你这个成绩有什么资格去谈劳逸结合啊？什么太累了没效率，真是烂泥扶不上墙。有本事你就取得更好的成果，到时候你爱干嘛干嘛。但是健康的 TE 非常清楚，每个人也好，每份资源也好，都有最大化发挥他们能效的方式方法，而平等的沟通交流是必不可少的信息整合的渠道。现在的成绩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高的成绩。你说说看，怎么样你才会更有动力，能做得更好？别顾忌什么，有话直说。我们当然得参考适合你的方法。而一旦遭遇失败，没有达成目标，不健康的 TE 不会觉得是自己的责任，因为在他的眼里，自己是更有能力的一方，失败一定是因为他人的问题。这么简单的要求你都做不到吗？就不能自己动动脑子吗？你这么做，那我们肯定会失败啊！真是好无语，为什么最后所有事都靠我一个人啊？但是健康的 TE 哪怕认为自己是更有能力的一方，却非常的明白，为了让事情有更好的结果，更胜任的人恰恰是最需要负起责任，去成为领导榜样的那个人。既然你不懂该怎么办，我教你我的方法吧。如果能学会的话，以后我就多一个好帮手了，而且能教会你，让你的能力成长，我也颇有成就感。接下去来看看外倾情感 FE， 也就是 ENFJ 和 ESFJ 最主导的心理过程。人要为大家考虑，我不想关系不和谐。这也是一个很中立的动机，谈不上好或者坏。但是不健康的 FE 会怎么样呢？不健康的 FE 为了促成关系的和谐，会去利用他人的情感弱点，把自己塑造成关系中付出更多的那一方，这样关系中出现的问题都会变成对方的问题，以此激发他人的内疚和同情，操控关系。正是这种不健康的 FE 导致了人们对于 FJ 人消极的刻板印象。虚伪、绿茶、道德绑架，只去维护表面的和谐。没关系，你去找别人玩吧。是我太糟糕了，是我不配做你的朋友。呵呵呵呵，什么？你不去了？我就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你真的不去了吗？你要去其实也没关系的。而健康的 FE 很清楚，关系的和谐并不是靠着操控达成的，而是去认真理解和共情他人的情感，通过让关系中的每个人都得到照顾，来让别人愿意维持良好的关系。你认识了新朋友啊，真替你开心。这样那些我不太感兴趣的话题，你也有人可以跟你一起交流了。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大家一起认识认识啊。一旦在关系中遭遇冲突和矛盾，不健康的 FE 只会觉得是其他的人不懂得如何替别人考虑，绝对不会是自己的问题。你摸摸自己的良心，你对得起我吗？我这样含辛茹苦的供你上学读书，我可真是命苦啊，努力了大半辈子，有你这么个不懂感恩的孩子。而健康的 FE 会意识到，矛盾和冲突是关系中必然会出现的情况，这不是任何一方的责任。每个人有不同的诉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重要的是要彼此理解和接纳。我知道你也不想让我失望，不要太自责了，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我的期待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可以和我说说你的感受吗？我也和你说说我的。
接下去来看看内倾思维 TI， 也就是 INTP 和 ISTP 最主导的心理过程。我的脑子要清醒一点，得搞清楚、搞透彻自己的思维才行。同样，动机不存在好坏，但是不健康的 TI 为了让事情说得通、听起来合理，会去钻牛角尖，执着于自己个人对于所有事情的解释，根本就不顾他人的感受和观点。只要我自己理解了自己的逻辑，那谁也不能打败我。正是这种不健康的 TI 导致了人们对于 TP 人消极的刻板印象。杠精喜欢挑别人的逻辑错误，居高临下的自认为是理中客。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你太蠢了，根本就听不懂我的意思。我为什么要向你解释？你先看看自己的逻辑说得通吗？可笑。而健康的 TI 比谁都更明白，每个人的逻辑都是有片面性和局限性的。他会不断的去检查自己的观点中是否有可以更加精炼的地方，更会去格外注意，确保自己的结论不会越界，而是在有限条件下的解释。这是我个人觉得最合理的结论，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结论是很正常的。听了你的结论也有一定的道理，我学习到了，谢谢你。一旦遇到自己无法理解的事情，不健康的 TI 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去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仿佛只要为自己所作所为都找到了合理的解释，那错的就不是自己了。没道理啊，这根本就说不通。你说按照我的方法来，最后搞砸了，肯定不是我方法有问题。那唯一的真相就是你把步骤理解错了，或者你偷懒了。而健康的 TI 虽然也很重视自洽，必须得给事情找到合理的解释才觉得心里舒服，但是他会去公平中立的进行自我评估和反思，是通过不断的纠正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来让自己重新自洽。我逐渐理解了一切。你按照我的方法最后搞砸了，我到底漏掉了什么信息啊？肯定有东西我没有计算到，你来好好的一点点把过程跟我盘一盘好不好？我好想搞明白到底哪里出错了。然后我们看看刻板印象高发区内倾情感 FI， 也就是 INFP 和 ISFP 最主导的心理过程。我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我是谁，对得起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同样 FI 的核心动机是很中性的，不存在好或者坏。但是不健康的 FI 为了能够对得起自己，会展现出一种非常极端的阵营划分，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感觉不符合自己价值观的，我很轻易的就把他们当成是充满恶意的敌人，在我自我感觉正义的愤怒中攻击他们，或者把自己当成是受害者来同情。正是这种不健康的 FI 导致了人们对于 FP 人格消极的刻板印象，不讲道理，只顾感受，过度敏感，很容易踩到雷区，然后就爆炸。真是气死我了，怎么世界上能有这样的人呢？我不要听你说什么解释，恶人总有自己的理由和借口，真的我多看你一秒都恶心。然而健康的 FI 非常清楚，自己的价值观、信念乃至产生的感受的源头是通过不断的成长和更新迭代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同样以后也会继续成长。由己推人，这让他们对他人和自己的差异有着极大的包容度，我们都是成长中的自己。另一方面，这也让他去真诚地面对那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人和事，因为正是这些东西最终带来了自我的成长和迭代。坦白说，我看到这样的观点真的心里很难接受，你可以多和我解释一下吗？你到底是怎么想怎么看的？我真的特别想要理解你，也许我误会你了呢。在 Personality Hacker 这本书里有一段对于健康和不健康 FI 的差异描述，我觉得特别的精辟。不健康的 FI 会在不知不觉把自己努力的方向偏向 What feels good， 什么让我感觉良好、舒服、爽，颇有一种只要我内心舒服了，那任由外面洪水滔天，我毫不顾忌的去顺从自己的内心，才不管到底对外界会带来什么影响。我真的好难受啊，我好讨厌参加这个活动，不行了，受不了了，我要对得起自己，我今天好好在家里休息，其他组员到时候会不会因为我的缺席扣分？那也怪不得我。而健康的 FI 真正的努力方向是 What feels right， 什么让我感觉正确？一个词的差距天差地别，你知道吗？对8个心理过程有基本了解的人都知道 FI 是一个理性的心理过程，或者说是认知过程。没错，因为真正健康的 FI 在做的是不断的去辨明，这是对的吗？这是我该做的事儿吗？这是我认为正确的吗？这是非常有条理、非常坚定的一个过程。因为让我感觉正确的东西不一定是让我感觉舒服的、让我感觉爽的东西。我真的好难受啊，我好讨厌参加这个活动，
不行不行，我一定可以的。我是一个忠诚的人，对自己的组员衷心负责，这才是我所认可的自己。加油，一定要坚持下来，我最棒了。好，我们讲完了4个判断过程，后面就是4个感知过程了。就先来看看另一个刻板印象高发区——内倾感觉 SI 也就是 ISFJ 和 ISTJ 最主导的心理过程。我得小心先慢慢来，靠着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有计划的前进。同样的，动机没有好坏，但是不健康的 SI 为了确保不出错，他索性拒绝任何新东西。只要我每天面对的都是熟悉的、信任的那些旧东西，那我照着来肯定没意外嘛。正是这种不健康的 SI 导致了人们对于 SJ 人格的消极印象，墨守成规，不能变通，在小事上斤斤计较，非得照着老一套来。我们以前一直是按着这个方式来打，你现在说有更好的，想什么呢？就不能安分一点，老老实实吗？怎么总想着投机取巧，动歪脑筋？然而，健康的 SI 非常清楚，只有不断丰富自己的积累，才能在面对各种情况时都有可靠的经验和知识支撑。你学的越多，新信息才会越少啊。和刻板印象正好相反，健康的 SI 非常乐意去吸收新信息，只是在吸收的时候喜欢谨慎的去做，通过不断的与旧信息对照，来一步一个脚印的学习和理解。这个新点子不错，它让我想起了3年前我们尝试过的方法，后来因为成本问题就没有推进了。这次相比之下不用担心成本，有可行性啊，让我好好的思量一下。一旦遭遇了挫折或者失败，不健康的 SI 很容易就会让曾经发生过的失败来定义自己，进行自我设限，最后有意无意的反复促成自己的失败，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让曾经跌倒的地方成为长期的梦魇。每次提到上台演讲，我就会想到我出丑的那次。不行，我根本就不是上台演讲的料。如果非要上台的话，我肯定不及格。而健康的 SI 往往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很少会让自己重复跌倒在同一个地方。既然已经有了失败的积累，就会更知道自己需要避开什么，将自己个人失败的经历结合书本专业人士其他更有经验的人的建议一起来制定出更不容易出错的方法和流程。上次我演讲漏了开场白，这次我提前就加进去了，然后还把每个环节都确定了一下，有了比上次更详细的步骤。如果这次成功了，那我大致明白演讲的方法是什么了。接下去我们来看看内倾直觉 NI， 也就是 INFJ 和 INTJ 最主导的心理过程。我能想象得到，如果这样做，最后会是这样的未来。我必须得充分计划，确保自己一直走在我所看到的这条路上。还是那句话，动机没有好坏，但是不健康的 NI 会一意孤行地走在看到的路上，因此陷入一种愤世嫉俗的状态只有我看到的才是事情应该发生的样子，才是最好的未来。事情怎么会跟我想的不一样呢？这个世界难道在和我对着干吗？正是这样不健康的 NI 导致了人们对于 NJ 人格的消极的刻板印象，固执、偏执、神叨叨的，觉得别人都太肤浅，理解不了自己。为什么？明明只要这样就好了，明明未来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呢？怎么总有人和事跟我作对？然而，健康的 NI 非常清楚，意外也是所有计划的一部分。他们会在一开始就竭尽所能地考虑进意外发生后的不同后果，设想好了对应的解决方式。哪怕真的出现了没有预期到的意外，他们虽然不享受如此，但会保持对于自己所见道路的信任。既然到这里已经跟我预想的不一样了，我得想想怎么样才能够让事情重新回到我一开始计划的轨迹上。一旦看到了消极的未来，不健康的 NI 很容易化身宿命论者要么对未来感到恐惧和担忧，被焦虑持续性的折磨，要么干脆举手投降，反正未来注定是这个结果了。只要我这么做，最后肯定会是这个结果，我能怎么办？这是大势所趋，所以我就不做了呗，何必自讨苦吃呢？然而，健康的 NI 根本不害怕看到消极的未来，因为只要能够看见，就意味着可以去改变你看到的越早，看得越清楚，意味着你就能越充分地做好准备，去避免它或者去面对它。我确实看到了，这么做正常来说不会有好的结果。既然如此，在开始做之前，我更需要好好的看清，到底怎么样才能避免这样事情的发生。接下去就是外倾感觉 SE 了，也就是 ESFP 和 ESTP 最主导的心理过程。让我看看，让我听听，让我亲自来摸摸，我要真真切切的体验它。
动机没有好坏，但是不健康的 SE 为了最大化自己的体验，根本不会考虑事情的后果如何，仿佛是一条只有7秒钟记忆的鱼，只为这7秒而活，把快乐留给现在的自己，把不想承受的后果留给以后的自己。正是这样不健康的 SE 导致了人们对于 SP 人格消极的刻板印象，贪图享乐，只顾眼前，而且还特别的不长记性。你看我一口气跳过3个楼梯，你敢不敢啊？真是的，太胆小了吧，这点刺激都经受不住，看我的起跳，哎呦！然而，健康的 SE 为了最大化自己的体验，并不是去让自己成为体验的奴隶，而是成为它的主人，在自己所做的各种事情上都去全情的投入，挑战自己的极限，以此来在任何地方都获得最有峰值的体验感。只是这样普普通通的学习有点太无聊了，我来试试看在10分钟之内解出这道超难的题目。让我来调动我的所有注意力和反应力去关注眼前的信息。一旦遇到有一定复杂程度需要长期坚持的事情，不健康的 SE 非常容易分心。别人在旁边说点什么，放个电视不小心刷到个视频，都会成为吸引走他们注意力的引子。最后他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拖拉大王。好了，我要开始工作了。我把这个看完就做。我饿了，我吃点东西就做。我困了，睡一会儿就做。这么晚了，明天再做吧。而健康的 SE 面对需要长期坚持的时候，恰恰更加懂得我需要立刻开始行动。正是因为他不相信未来，他更加明白我现在能做就得开始做，谁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呢？既然不知道，那岂不是更得抓住现在的时间吗？你只有行动了才会获得体验，一直不行动只会越来越难开始。我也不想吃饭的时候学但是我想一口气把它学完。是我从回家的路上就已经在边看边学了。你问我累不累？还好累了到时候再说吧。最后就是外倾直觉 NE 了，也就是 ENTP 和 ENFP 最主导的心理过程。这个好有意思背后竟然有这样的规律。你看这个又给了我新的启发。动机无好坏我保证这是我最后一次重复。但是不健康的 NE 和不健康的 SE 异曲同工，在探索新想法的过程中，反而成了想法的奴隶。任由自己产生大量的无意义的荒诞的想法，花费很多的时间在对现实毫无益处的想法之间来回的跳跃。正是这样不健康的 NE 导致了人们对于 NP 人格消极的刻板印象，喜欢幻想，不切实际，想一出是一出。你说要是我没考好该怎么办呢？可能这次超常发挥了呢，也可能我的卷子被老师漏看了呢。不对，我还在考试呢。然而，健康的 NE 和健康的 SE 一样，是想法的主人，而不是想法的奴隶。他会主动的去探索各种积极的可能性，让自己不断延伸的想法成为自己的助力，为周围的人带来希望和鼓励。嘿嘿，我又想到了一个有意思的方法，我们来试试看吧。别那么悲观嘛，你看，可能最后的结果比你想象的要好哦。一旦受到约束或者感到无聊，不健康的 NE 非常容易放弃，就是刻板印象里的3分钟热度英语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The grass is alway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在另一边的草总是更绿的。这形容不健康的 NE 再恰当不过了。他会通过不断的更换目标、更换兴趣，甚至更换工作领域，来逃避重复性和无聊的东西，但却也因此无法深耕任何地方。这个领域我搞了3天就搞明白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接下去我准备去看看最新的方向，感觉很有搞头啊。而健康的 NE 虽然也不喜欢无聊，不想被重复的东西约束，但是记得吗？他是想法的主人，而不是奴隶。他去应对重复性的方法，是从旧的、重复的、没有新意的事情中挖掘出新的潜力、新的可能性、新的变化。你问我这么讨厌重复的一个人，为什么总是喜欢弹着一首曲子？那是因为每次我都会用一点点不一样的方式来弹奏，让我对它有新的发现。看到这里辛苦了，要不要再辛苦一点点，点个赞什么的。希望这个视频能够扭转你的刻板印象。其实刻板印象真的不可怕，确实它们能节约我们大脑的很多资源，但是可怕的是片面的刻板印象。所以这期看完就可以往咱们的脑子里植入一点积极的刻板印象。当你消极积极的刻板印象都有的时候，某种意义上你还真的获得了对于这些人格和心理过程的简洁印象记得它们仅仅是简洁版本的就可以。这里刷刷关注我，陪你了解专业又实用的 MBTI，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